DNA 亲子鉴定的过程是检测寻找相同遗传标记证据的过程，目的是为了确定生命之间的亲缘共主关系。能够得到全世界司法认可的 DNA 亲子鉴定，其权威性来自生命中无法改变的染色体 DNA 和线粒体 DNA 编码序列，来自已经存在并可以验证的 DNA 遗传标记证据。人有人的 DNA 编码序列和遗传标记证据，猪有猪的，狗有狗的，黑猩猩有黑猩猩的。不同生命都有自己的基因组编码序列以及 DNA 遗传标记的证据。不同生命各从其类，相互没有亲缘共主关系。怎样寻找生命中的 DNA 遗传标记呢？ DNA 亲子鉴定的原理告诉我们， DNA 是通过精子和卵子进入生命的遗传信息，是鉴定生命遗传关系的唯一依据。通过对相同基因组编码序列的检测、解码以及数学分析，找出相同遗传标记的证据，才能确定亲缘共主关系。DNA 编码的检测与解码过程极其严格，不容丝毫差错，否则就找不到相同的遗传标记。DNA 亲子鉴定有3种方法，一是常染色体亲子鉴定。在我们人类基因组中，1号到22号是22条常染色体，它们来自父母的精子和卵子，它们男女相同，男女都可以遗传，因此可以鉴定孩子与父母上下 N 代的亲缘关系，还可以逆向追溯鉴定出人类共同的第1对父母。2是 Y 染色体亲子鉴定。在人类基因组中， Y 染色体是表达男性特征的性染色体，女人没有 Y 染色体，只能父系遗传，因此可以鉴定父子上下 N 代的亲缘关系。当然，也可以逆向追溯鉴定出人类的第1位男性祖先。1995年，科学杂志发表 Y 染色体亚当理论的论文，确认人类有1位共同的男性祖先，就是这样追溯出来的。3是线粒体亲子鉴定。在我们人体细胞质中有线粒体 DNA， 而线粒体 DNA 虽然男女都有，但只能够母系遗传，因此可以鉴定母女上下 N 代的亲缘关系。当然，也可以逆向追溯鉴定出人类第1位女性祖先。1987年，《自然》杂志发表论文，确认人类有1位共同的女性祖先，
就是这样鉴定出来的。DNA 亲子鉴定的3种方法，可以满足所有亲缘关系鉴定的需要。DNA 亲子鉴定的过程是通过相同基因组、相同染色体或线粒体、相同编码位点、相同编码数据、相同编码序列这5个相同的解码、检测、分析的过程，才能找到相同的遗传标记的证据，才能够确定亲缘共主关系。相同基因组是亲子鉴定的第1道大门。不同基因组长出不同生命，例如，不能让牛和羊或者鸡和鸭做亲子鉴定，因为它们来自不同基因组，是不同的生命，它们相互没有亲缘共主关系，没有相同的遗传信息。例如，我们人和黑猩猩是来自不同基因组的不同生命，因为我们的基因组不同，就没有相同的染色体或线粒体，没有相同的编码位点，没有相同的编码数据，没有相同的编码序列，当然就不会有相同的遗传信息，更没有相同的遗传标记，就没有亲缘共主关系。能够确定亲缘共主关系的前提是有相同的基因组，核心是有相同的编码序列，证据是有相同的遗传标记。DNA 科学已经证实， DNA 编码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，是鉴定生命遗传关系的唯一依据。一切与生命遗传相关的问题，都必须从 DNA 寻找答案，必须通过 DNA 亲子鉴定，对5个相同基因组、相同染色体或线粒体、相同编码位点、相同编码数据、相同编码序列中解码、检测、分析，找出 DNA 遗传标记的科学证据，才能确定生命之间亲缘共主遗传关系。